当美股创新高的时候，最后2块的拼图竟然都出手了，也就是说是时候该结束了。这个世界最恐怖的电影是什么呢？不是什么贞子之类的，而是历史拿着一模一样的剧本在你面前重演一遍，就是我们明明已经看过的剧本了，我们都亲眼经历了这个结局有多恶心了，相信这一次会不一样了。但是第2次、第3次、第无数次，你依然要掉进去同一个坑里面，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邵医生。2006年，就在房价疯狂暴涨的时候呢，有一个穿衣打扮完全格格不入的男人走进了华尔街的一家银行，很平静的跟眼前这个穿西装的银行经理说：请你帮我设计一份对赌合约，我要用1亿美金赌你们银行会破产，我还要赌美国的房地产会崩盘。这银行经理呢就直接傻眼了，然后呢就看着旁边的同事交换了一个眼神，眼神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一些荒谬、怜悯，还有一丝在看傻子一样的笑意，然后回复说：先生，你知道现在的房价涨得有多疯吗？全华尔街都是靠这个来赚了无数钱的，你这简直就是在太平洋里面倒啤酒啊！而这个男人呢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收回了文件，所以银行经理就以为他醒悟了嘛。结果过了几天，这个男人不但直接带着更厚的文件回来了，他还走遍了华尔街最顶级的几家投行，用同样的条件一口气签下了整整15亿美元的对赌协议。当他走出最后一家银行的大门呢，身后的精英们都憋不住笑了，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华尔街史上最容易赚到的一笔钱。而这个他们眼中的傻子呢，在合约上签下名字就是 Michael Burry。 这傻子被拍成了电影《大空头》。而同一时间，有一家叫做德意志的投行，一边向客户推销一个稳赚不赔的金融产品，一边呢让客户去赌市场会崩盘。结果2年之后，职业金融危机崩盘了。当无数人财富灰飞烟灭的时候呢，这2个资本成为了少数的赢家。而现在请你深呼吸啊，因为这2个人隐忍了17年之后再次出手了。大空头 Michael Burry 把自己80%的身家都掏了出来，在市场上大量的借走了2只美股，一家叫做 Nvidia， 一家叫做 Palantir， 然后疯狂的抛售。而这2只美股呢，都是这2年涨得最猛的美股，也就是说，只要 Nvidia 跟 Palantir 的股价继续的暴涨上去，这个大空头就会瞬间的倾家荡产。同一时间，德意志银行呢也开始做空 AI 股票了，说是为了对冲风险了，因为他们开发了一种跟08年一模一样的金融产品。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当年的剧本都在今天原封不动的重演了。今天我们讲的不是什么美股经济，也不是什么 AI 泡沫之类的，而是跟当年一样被精心打包，贴上安全标签，正在卖给全世界的一种新资产，也就是整个金融系统的核武器。也就是说，上一次金融危机的先知跟设计师都同时出手了。这代表什么呢？在开始之前为了确保我们的思想可以同步，先跟大家统一一下我们的语言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会觉得邵医生你讲这么多，美股就算是暴跌了也反弹了呀，根本不会发生你讲的这些，对吧？那问题就来了，就是你会发现在我们投资人的角度呢，美股除了今年4月的股灾，其实是没有做出什么事的，依然在大涨之后暴跌一下，回调一下，然后又可以再反弹，依然很强。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美股很强。但这就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然后进行推理的吗？我们再简单点08年之前的房地产呢，也是在暴涨的，但这不能代表什么嘛？我们不能说因为房价在涨，所以就可以推理出未来的房价还是会涨，或者说已经涨到顶了，准备要发生金融危机了，这形成不了一个逻辑嘛。所以如果你说美股很强，就代表经济也很强的话，那现在美元跟美债早就已经进入了很长的熊市了美元都没人要了，美债都没人买了，那这是不是也可以推理出其实美国已经在崩盘的结论呢？那到底美国是好是坏呢？所以能听懂吗？无论是美股、美元还是美债的涨跌，影响的都只是我们投资的策略而已。比如说我个人是因为美元熊市了，所以我就不投资美股，我投在牛市的黄金跟白银，这就叫做投资的策略。如果你不介意美元熊市，就是你还没开始投资，就先把汇率亏掉的话，你有信心你美股的回报可以大于你汇率亏掉的钱，那这个呢也叫做投资的策略，跟我们今天讲的它不是一个话题因为这些它并不是一个证据，所有的推理呢看的都是证据。那什么是证据呢？今天我就把08年的证据、事实和结果都放在你的面前，然后再把现在的证据、事实
跟当年的来龙去脉做一个对比，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完成一次最接近现实将会发生的推理。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一次的牺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你的时间了，那么你也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还有最近呢，有很多不法分子去冒充我的名字进行诈骗，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这个警告啊。首先，金融危机之前的大空头 Michael Burry 到底看到了什么呢？那些无聊复杂的数据我们就不讲了，我们直接讲重点。现在我们买房了，是不是要先付头期款首付，然后银行要看我们有没有稳定的工作，有没有收入的证明，这样他们呢才会把钱借给我们买房的，对吧？但是你不要误会啊，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了，那银行就不敢借钱给我们了，而是因为法律要求的规定，他们必须要看我们收入证明的。为什么？因为在08年之前就是没有法律没有规矩嘛。什么意思呢？各位，今天你是房地产商，你要的是什么呢？你是不是只要越来越多的人去接盘买房，而且房价不断的上涨，你呢就可以又快又贵的把房子卖出去了呢？ OK， 那银行呢？是不是只要越来越多的人去买房，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银行借房贷呢？这样我银行的生意是不是就会越好呢？而房价不断上涨，抵押在银行的房子是不是就会越值钱了呢？就很多人会觉得啊，他们去买房，房子呢就是他们人生里面最大的资产啊。那其实不是啊，只要你贷款去买房自住的话，那房子其实是银行的资产，因为你把它抵押在银行那边了嘛，那这房子就是银行的，你还不起钱了，银行就可以拿去卖了，赶你走了。所以这房子是银行的资产，是你的负债。也就是说，只要越多的人去借房贷，抵押在银行的房子越多呢，那银行的资产就会越多。那你觉得银行是希望房价涨还是房价跌呢？所以其实房地产跟银行的资本家他们的利益呢都是一致的，他们要做的就是推高房价，还有让越多的人去买房。然后呢，他们就坐在了一起，想了一个无风险的赚钱计划。要怎么做的呢？这世界有钱人跟中产呢，其实就这么多了。3%的人拿着全世界90%以上的财富。如果房子只能卖给这些人，那房价也炒不起来啊。所以呢，他们就打起了穷人的主意。今天你没有工作，其实没关系的，只要你偶尔去做个兼职，那我银行呢，就算你是有收入的，你收入是多少不重要，只要你有收入，我就可以借钱给你去买房啊。你1分钱的存款都没有也 OK， 我直接把钱先借给你，你再付给我头期款首付，这样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房贷了嘛。而我借给你付这个头期款的这笔钱呢，其实从始至终都只是在我的手上。所以简单来说，你1分钱都不用付，我银行就可以把钱借给你去买房了，那爽不爽呢？所以当时美国那些流浪汉、妓女手上都有10几20套房了，也因为这样，大家都会抢着去买房。美国的房价不但一直涨，而且是暴涨。那问题就来了，如果这些穷人还不起钱了，银行借出去的钱不就会变成坏账，收不回来了吗？不怕了，因为银行可以把这些穷人抵押的房子卖出去啊，我借给你100万，你还不起钱，我卖出去的时候房价涨了，涨到了200万，那银行还是多赚了100万。所以你还钱了，银行就赚利息；你不还钱了，银行就赚房价，更好了。但是这套玩法还是有 bug， 如果只是1、2个穷人还不起钱，那还好。但是如果大量的穷人都一起还不起钱，没人去买房，房价一下跌，银行拍卖的房子也卖不出去，那银行就要倒闭了嘛。而且这玩法呢是有天花板的，假设我银行只有100亿美元，当我把这100亿都借出去了，我就不能再继续做生意了吗？而且我把钱都借出去了，我手上没有钱了，那出事的时候我也没有钱去周转了，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就是把风险转移出去，把钱收回来。简单来说，我今天手上借了100亿出去，每年可以收回来7%的利息嘛？那 OK， 我把这笔债变成一个理财产品，直接卖给华尔街的投行，让这些投行，你今天先付给我100亿，我银行每年付给你们5%的利息，这样我是不是就可以瞬间的把这100亿收回来，而且瞬间就赚了2%的利息呢？
然后我银行是不是继续可以再把这100亿贷款出去呢？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些华尔街的投行会去买我银行的这笔债呢？首先，当时银行的存款利息呢是接近于0的，也就是说，华尔街如果想要把钱存在银行或者去买美债，其实赚不到什么利息的，甚至可能会跑输通胀的。但是华尔街的资产配置里面呢，又必须要去买一些风险比较低的资产去对冲这个风险嘛。那我银行卖给他们的这笔债，风险就很低了嘛。虽然这些贷款一看就是不好的啊，有机会是收不回来的，因为这些流浪汉妓女的收入不稳定，可能会还不起钱嘛。但是房价一直在涨了，刚才不是说了吗？抵押的房子可以卖出去了吗？钱就不会收不回来了吗？这是第一。第二呢，我银行还把这笔坏债跟其他的好债混在了一起，然后就变成了 MBS。简单来说呢，我虽然把1万个流浪汉的房贷卖给你，但是我还把比尔盖茨的房贷也卖给你啊！你担心这些流浪汉还不起钱了，但比尔盖茨不会还不起钱的，对吧？就是比尔盖茨跟100个流浪汉混在了一起，变成了一个组合债卖给你，那违约不还钱的风险是不是就被对冲了？所以银行就把这些好债跟坏债变成了组合债 MBS 卖给了投行，那钱就收回来了，风险呢也转嫁出去了。一旦这些流浪汉不还钱了，那追债的就不再是银行了，而是买了这些组合债的华尔街投行。那听到这里，你觉得华尔街会是最后买单的人吗？当时的德银买了这些 MBS 组合债之后呢，就把市场上一些学生贷、商业贷再混合在一起，这些也都是优质的贷款啊。因为能上大学的学生呢，通常都有一份比普通人更好的工作，他们后续的还款能力呢就更大了嘛。所以简单来说呢，德银就把这原本的组合债 MBS 再混合更多的好债，变成更负责的组合债。这还不够，他还找到了穆迪、标普之类的评级机构，为这些组合打上3个 A 的最高评级。而最后的目的呢，就是把这些组合债卖给普通人，让普通人去承担最后的风险。就是今天一个普通人走进银行，银行的定期呢基本上是没有利息的，但是银行的经理呢就会跟你说我们有一家合作的投行，有一种金融的产品呢，评级跟国债是一样的，都是3个 A 的，但它却有比国债更高的利息，可能是 3%， 那你买不买呢？银行呢都有可能会倒闭嘛，但美国是不可能倒闭的。而这个组合债呢，既然评级是跟美债是一样的，也就是非常安全的嘛。而如果你觉得风险还是很高呢，那没关系的，我们还为你准备了一份保险，叫做 CDS。如果这些流浪汉、穷人他们真的还不起钱的话，也没关系的，保险公司呢就会替代他们给你去还钱，赔钱给你，那这不就是有3-4成的保护了吗？就这样一对话术的输出，德银就把这些组合债都卖给了普通人。那谁给这些组合债上保险呢？就是雷曼兄弟。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大量的流浪汉开始还不起钱了房价暴跌了，其他的流浪汉看见了房价都跌成这样了，他们也不还钱了，所以房价呢就跌得更惨。大部分买了房的美国人呢都被套牢了，经济就崩盘了。而银行呢，他们早就把这些债卖出去了，卖给投行了。投行呢，他们把这些债也卖出去了，卖给了普通人了。普通人呢，买了这些债回来，现在没人给他付钱了，所以他们就找到了雷曼兄弟，让他去赔付保险。然后呢，雷曼兄弟就直接破产了嘛，都倒闭了，还赔什么钱呢？这个时候政府就出马了，把补贴就拿了出来，赔了出去了。赔给了谁呢？普通人吗？当然不是而是那些雷曼兄弟的管理层资本家。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谁买单的呢？银行、投行还是雷曼兄弟呢？都不是，是全世界的普通人。你有买这些组合债，你当然亏钱了；你没买，你的房子也替你亏钱；你房子也没有买，你的股票就替你亏钱；你股票也没买，不好意思，你老板买了，你老板亏钱，倒闭了，你连工作都没有了。而这些资本家呢，不但得到了赔付，而且美联储还降息印钱，把钱借给他们抄底普通人贱卖的资产。所以很多人就会问现在美股都这么高了，黄金白银都涨得这么高了，还可以去投资吗？问得出这种问题的人呢，他们对投资的认知就停留在内幕消息，停留在长期持有，停留在低买高卖，然后呢反而最后都是高买低卖，或者是被套牢的。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用大户的方法去做散户的交易。第一，我们是不会有内幕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知道哪里是底部，你去抄底就等同于切飞刀啊。第二，我们是不需要预测泡沫什么时候爆破的，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泡沫里面冲浪，在崩盘之前撤退。你不敢买的股票，我们团队天天买进；你恐慌割肉的时候呢，我们早就锁定了利润。不是我们胆大，而是我们有一套泡沫游击战的系统，一眼看出大户买货出货的信号，自动化的执行赚够就跑的止盈机制，严格去守住亏少赚大的底线纪律。记着，我们不是要去当公司的股东的，我们是去收保护费了。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把这一套泡沫里面抢钱的完整系统全都塞进投资改命培训营里面。今天你不需要付$400，甚至你不用付1块钱，只要你是我的粉丝呢，真的想要在市场活下去，我直接送给你，算是一场公益课。那么上次没有抢到门票的人呢，这一次手慢了也一样没份了。所以赶快点击描述栏上的第1条链接，立刻锁定你的位置，不要等危机出现了啊，你进场被套牢了，你才想起曾经有这个名额放在你的面前。所以08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什么呢？证据是什么呢？不是房价暴涨这件事情，而是资本家研发了一种组合债，把它打包卖给了普通人，把一切的风险都转移给了普通人，利润呢却是落在自己的金库里面。而现在呢，08年金融危机之后，虽然银行被政府限制了，他们是不能打包这种次级的贷款的，但是私募公司可以啊。玩火的不是银行了，而是这些影子银行，而且看起来更安全、更合法，甚至更赚钱。什么意思呢？重点来了，今天比如说 Meta， 他想要去盖一个 AI 的数据中心，去研发 AI 嘛，那他会怎么做呢？第一步就是空手套白狼。他要盖一个 AI 的数据中心呢，他是要花很多无数钱的。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 AI 巨头呢，他们都不是自己出钱了，因为这样他们就会有一笔很大的负债，财报呢就会很丑嘛，股价呢就会暴跌了。所以他们都是找到一些影子银行说啊，你们去帮我盖这个数据中心，你盖好了之后呢，我就长期跟你们租，每年给你们付天价的租金。但是问题就来了，这些影子银行呢，他自己也没那么多钱嘛，但没关系了，他们手上就有跟我们 AI 巨头的租约，所以就到了第2步，风险转移。影子银行呢就拿着租约向全世界投资者发债，告诉全世界这笔债有 Meta 这些 AI 巨头担保的，是稳赚不赔了，一年的利息呢有7%到10%，比银行的存款高好几倍啊！所以投资者一听直接心动了，付钱了啊，钱就这样筹到了。这就是现在所谓的 SPV。 AI 巨头呢，他们不但可以用数据中心了，而且还不用自己出钱，财报没有巨债，股价就可以继续的飞。而影子银行呢，也不用自己出钱，却赚走了中间租金的差价，最后的风险呢，全部转移到买债券的投资者。这就像一场借鸡生蛋的游戏，科技巨头呢去接别人的鸡，给自己去下金蛋，而养鸡的成本跟风险呢，全是别人的。但问题就来了，这场游戏的规模有多大呢？我们看到，就 Meta 这一家公司呢，它就要投资6000亿美元去搞数据中心了。那如果加上 Google、Microsoft、Amazon 等等的美股七巨头呢，规模就是几万亿美元了。如果这个游戏崩盘了之后呢，引发的危机将会是08年时候的10倍啊。那问题又来了啊，最后如果真的崩盘的话，买单的是谁呢？是这些 AI 巨头、影子银行，还是投资者呢？这个时候，当年的幽灵又回来了，德银登场了，直接把这些 AI 数据中心的债券都收集回来了。然后呢，再一次展示08年的打包魔术，混合了其他的资产，贴上了3个 A 的顶级安全的标签，做成了一个看似无敌的金融资产。最后呢，当然就是要卖给全世界的普通人嘛。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啊，我没有买过这种东西啊。对的，不要说买了，你可能连听都没有听过 SPV， 但不好意思，你回忆一下，你曾经有没有把你的钱交给别人来帮你投资呢？啊，你可能也不记得了，因为养老金、保险呢，都已经是很多人不以为然的开支了。也就是说，养老金跟保险公司替你把钱拿去买这些3A 级的金融资产了。
也就是说，全世界普通人的养老金保险可能已经不知不觉了买了这些包装精美的炸弹了。听到这里呢，你可能又会觉得这怎么可能是炸弹呢？08年买房的都是穷人嘛，但这一次不一样了呀，都是 AI 巨头的，对吧？流浪汉会还不起钱，但比尔盖茨不会吧？那重中之重就来了，就是这个游戏呢，它是有一个假设的，就是只要这些 AI 巨头它要去研发 AI， 它就要继续的去租这些数据中心，而 AI 公司现在都没有负债，都很有钱，所以是不可能付不起钱了，对吧？那如果 AI 的盈利速度根本追不上烧钱的速度呢？如果这些 AI 巨头有一天发现撕毁这个租约比履行合约更划算了呢？就拿最成功的 OpenAI 来说吧，它已经有10亿的用户了，很强了。基本上全世界最有消费能力的网民呢，都是它的客户了。但我们换个角度嘛，就是它的客户呢，已经很难再变多了嘛。那我们乐观一点嘛，假设它3年之后，客户真的可以多1倍嘛，同时它的营收相比现在可以暴涨10倍了，那它能赚多少钱呢？1000亿美元。但是你知道这公司投资 AI 要烧多少钱吗？1.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这公司每年是以惊人的速度把赚回来的钱全都烧掉，而且每赚1块就拿出14块出来烧掉。你觉得这跟当年的流浪汉相比，这还债的能力有区别吗？这还是已经假设了它营收可以翻10倍啊！现在 AI 行业都是开源免费的模型，很多 AI 都不收钱了，那你怎么搞呢？然后呢 ，NVIDIA、甲骨文这些公司估值看起来确实很赚钱，但之前影片就说过了，他们玩的是左脚踩右脚的游戏，就是我给你钱，你来买我的产品，我再帮你买你的产品，钱赚了一圈是没有变多的，但大家的产品都卖出去了，财报也漂亮了，股价也涨了，然后他们就把股票当钱花出去了。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这么有钱，前提是股价要继续的涨。这跟08年房价不是一样吗？涨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但跌的时候呢？你觉得这些 AI 巨头会不会去撕毁这些租约呢？那如果这些有的人都觉得可能只是我扫地僧想多了，那 OK 了，我们就当做看不到嘛。但各位，数据中心跟房地产是同一个概念的抵押品吗？房子就算房价跌了还是存在的，但 AI 的服务器和晶片现在的算力晶片普遍的寿命只有3到5年，也就是说你今天花了几万亿盖的数据中心在2年后的新晶片面前都只是乌龟。也就是说，现在 AI 巨头租的数据中心都在快速的贬值啊。那2年之后，市场出现更便宜、更高效的算力的时候这些 AI 巨头他们还需要去履行合约吗？他们要继续花高的租金去租你这个被淘汰的数据中心了吗？也就是说，就算现在没有 AI 泡沫了，就算现在股价继续的涨了，就算 AI 真的可以赚到很多钱都不重要了。因为再直接一点现在其实就是普通人付钱给 AI 巨头去盖数据中心的，而这些数据中心它会改朝换代的，过个1-2年就被淘汰了。就相当于今天你付钱给我盖房了，我给你租金，但是过了1-2年，你这房子就不能住了，我就只能换另外一个人来盖房给我住。那到时候谁来买单呢？ AI 巨头吗？我就只是一个租客。影子银行吗？我把债都卖给你了，而你是谁呢？就是养老金、保险公司还有普通人嘛。从美国到英国，从日本到韩国，各个国家都已经批准了养老金可以投资这一类的资产所以大家可以更放心了，就是不管你有没有买他们推出的债券，你未来能不能领到退休金都是他们说了算的。而且很多人以为这些 AI 巨头信得过，那我本人就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信得过了，这是很客观的看法。我看到的就是他们早就已经跟这些债券切割了，真正出事的时候我们队上数几个要买单的都不是他们，而一旦崩盘的时候美联储印出来的钱借给谁呢？抄底的又是谁呢？08年的时候不就给了我们答案了吗？如果你想要跳出这个剧本，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些资本的盘中餐，那么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去预测危机什么时候发生，而是立刻建立一套能够在危机里面活下去，甚至能够从中获利的生存法则。细节你可以去报名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投资改命培训营的公益课。
今天我讲的，如果你有更好的理解，有更好的逻辑呢，也欢迎不同意见的兄弟姐妹留言跟我们一起理性讨论啊。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听不懂的，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的影片看完，因为逻辑呢都是环环相扣的，而时间关系呢只能在此结束了。不过下一期你预期怎么样呢？每周很多人都在等这一句，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